你或许并没有试过把茯苓和黄芪搭配在一起的这种做法吧？可不要小看它哦，这可是老一辈们留下来的土方法，解决了很多朋友的大烦恼。方法简单、省钱又实用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鹏鹏美食房。茯苓大家都非常熟悉吧？它是一种药食同源的食材。茯苓它是多孔菌科真菌茯苓的根部，它的主要成分包括茯苓多糖、蛋白质、三萜类化合物、氨基酸以及微量元素等等，并且茯苓它的吃法也众多，可以用来煮粥、煲汤、泡茶，甚至于拿来制作糕点等等。因此，茯苓还是挺受人们的欢迎。而黄芪，它作为一种药食同源的补气之王，我相信大家也非常的熟悉吧。它也具有非常丰富的营养成分，包括多糖类、皂苷类、黄酮类、氨基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组成。平时黄芪也经常拿来泡水、煮水、煮粥等等。而今天我们要把黄芪和茯苓搭配在一起来使用。先准备10克左右的茯苓，然后倒入水。这里需要把茯苓给它泡一下，因为茯苓它特别的坚硬，因此在水中给它泡5分钟左右时间即可。然后再准备10克左右的黄芪，黄芪我们先给它清洗一下，注意清洗黄芪这里使用凉水，并且洗黄芪时间也不宜过久，尽量不要超过1分钟，只需要简单的洗去黄芪表面的灰尘就可以了。因为如果水温过高或者清洗时间过长，也极有可能导致黄芪当中的营养成分流失掉一些哦。所以清洗黄芪是非常简单的。洗好之后，把黄芪捞出，放在碗中备用。接下来再准备1小把山楂干，山楂干控制在5克左右，不要太多，否则口感会过酸。当然，不喜欢山楂干的朋友也可以不放。加入1勺面粉，因为面粉吸附作用非常的强，这样可以把山楂干表面的灰尘给吸附出来。因为山楂干在成长、采摘、晾晒过程当中没有经过任何处理，并且表面又凹凸不平，所以直接用清水是非常难以清洗干净的。所以以后朋友们在使用山楂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提前用面粉或者淀粉之类的把它清洗的干干净净哦。这样无论是泡水、泡茶之类的，我们一定要提前给它清洗一下哦。可以看见清洗过山楂的水还是挺脏的。洗好之后，把山楂干捞出。接下来我们再用水给它冲一冲就可以了，这样就得到了一把非常干净的山楂干。把山楂干和黄芪放在一起备用。现在茯苓也已经泡的差不多了，我们用手捏一捏，感觉茯苓已经微微发软，像这时候就已经可以了。然后把所有的茯苓捞起来，用水冲一冲就可以了。洗好之后，把它放在菜盘上，然后用刀把茯苓切一切。因为有的茯苓它块头比较大，因此给它切成小块，这样才可以让茯苓当中的营养成分释放的更加充分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都已经看到这里了，制作视频不易，请用你发财的手给我点个赞吧。你的每一个点赞都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和鼓励，谢谢。然后把所有切好的茯苓和其他的食材放在一起备用。然后找出家里面的锅具，这里建议使用砂锅。
因为用砂锅它好处非常多。第一，它可以很好的锁住食材中的营养成分。第二，砂锅它的保温性也是非常的强。第三，砂锅可以让所有的食材均匀受热。第四，砂锅无论是煲汤、煮汤、煮粥，它煮出来的口感会相对比较好。当然，如果没有砂锅的朋友，也不建议用炒菜的铁锅。最后，把洗干净的砂锅放在灶上，再把所有的食材倒入砂锅当中，然后往锅里面加水，水控制在500到600毫升左右就可以了。最后再往锅中加入一些黄冰糖，这样可以增加咱们煮出来的口感。如果喜欢偏甜的朋友，可以多放入一些，反之可以不加。最后再盖上锅盖，用大火把锅里面烧开。烧开以后，咱们再转小火，用小火再煮15分钟左右时间。煮好以后，关火开锅，一瞬间你会闻到非常浓郁的一股味道。别说，闻起来还真不错。朋友们，像这一锅水已经煮好了，看起来是不是平平无奇，并且就连色泽也没有多大变化？没错，这是因为不管是黄芪、茯苓还是山楂，它们煮出来的颜色都不会特别浓郁，因此煮出来的水颜色变化才会不大，而它的口感却是非常不错的哦。最后只需要给它盛入杯中，并且这一锅水也可以盛上3到4杯，足够好几个人喝了。像这种茯苓黄芪水，不知道你平时有喝过吗？不要看食材和做法都非常的简单，但是作用却不能小觑。它可是老一辈们留下来的传统土方法，坚持这样喝一段时间，会给你带来大大的惊喜和不同的发现哦，并且喝起来口感也是相当的不错。我相信有很多朋友都喝过这样的水，那么你可能会知道它的作用，赶紧在下方评论区分享出来吧。我也希望这个方法可以帮助到更多有需要的朋友们，看完赶紧试试吧。